这里就是我们在小学课本中学过的西安大雁塔。据说当年唐僧呀从西天取的那个真经呢，就存放在里边了。它跟我们在《西游记》里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。很多人呢都来过大雁塔，几乎呀都是咔咔的拍那么几张照片，哎，你就回家了。但是大雁塔里边它究竟有什么，您却不知道。今天木子呀悄悄地告诉你，里面呢有几样宝贝，那是价值连城，尤其是大雁塔之内的定塔之宝，跟唐僧西天取的真经。据说呢，咱们要是站在这个大雁塔之上呀，还能将半个长安城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关注木子，今天呀，您一定跟我呢去登上大雁塔，因为同时期的塔呢几乎都不让登了，可以说是登一次少一次。出发！进来之后呀，从这个角度看大雁塔呢，特别的壮观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它是大雁塔塔檐的风铎发出来的声音，是不是特别的好听？它的寓意呢，就是所愿皆所得。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打出“终生平安”4个字。上来之后呀，这里写着8个字：绕塔一周，平安一生。木子今天呢替大家先绕上一圈，走了。绕完之后呀，我们再登塔。您可以呢对着大雁塔点个赞，祝大家平安一生。我们从这个门呀走进大雁塔，整个1层主要是对大雁塔的一些记载。您看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字，都是以前考取功名的人呀留下的名字，包括大诗人白居易。这个呢叫做雁塔题名。在这边呀有个玻璃，咱们来看一看，里边呢就是大雁塔最初在建的时候留下来的一块塔砖，还专门在这里呀留了一个缝隙，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去跟1300多年前的文物来个亲密的接触。那么这个是不是特别的贴心呢？今天木子在这里呀替大家好好的去摸一摸，然后咱们摸一摸，祝愿您家的孩子能够金榜题名。唐玄奘西天取经回到了长安，带回来许多的宝物，所以呀就修建了大雁塔。当时修建的呢是5层，后来呀又加盖到了9层。经过5次改建呢，最后一次是在明朝的万历年间，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7层。那么这边这个楼梯可以看一下啊，从这可以上去。真正宝贝呢，它就在上面。咱们爬到最上面的1层呢，要爬20层楼的高度。大雁塔的定塔之宝就在2层，我们快走几步，赶紧去看一看。出发！这里就是大雁塔的第2层了，主要存放就是它。我们看一看啊，这是这尊释迦牟尼的佛像，它是明朝初期铸造的，直到现在上面的鎏金呀依然能够清晰可见，能够视为大雁塔的定塔之宝，一定有它的不寻常的地方吧。现在呢，咱们继续接着往上爬，从这个楼梯，咱们去3层看一看唐僧当年去西天取经回来的经书到底长得什么样子。走吧。你是不是跟木子一样，都在《西游记》中看到过唐僧历经9981难，终于取回了真经？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唐玄奘从西天取回的经书，可不是后边这个啊，是这个前面这个透明管子，这个看到了吧？这里边才是这个经书呢。您是不是没有见过呢？上面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梵文。据说呀，如今世界上能够认识这些文字的人呢，他们都不超过10个人。而且任何一座寺庙里边，如果能够有这么小小的一片，都能够称得上是镇寺之宝了。由此可见它的珍贵和神秘。你是不是跟木子一样呢？会有这样的疑问：当年唐僧从西天取的真经，它怎么是一堆树皮和树叶呢？其实呀，在1000多年前的古印度，他们是没有造纸的能力的，把重要的东西呢，都是记录在一种叫做贝多罗的树叶上面进行记载。所以当时唐玄奘取回的经书呀，他取到长安之后呢，花了长达19年的时间进行了翻译，最终整理出来变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书籍。据记载呀，一共有657部经书，1335卷，1300多万个字。所以唐玄奘他一生当中不仅取回了真经，还做了一个特别大的贡献，那就是开启了我国翻译史上的新时代，让这些经文的梵文会说中国话。现在呀，我们接着往上爬，咱们呢到第4层去看一看上面还有什么宝贝。咱们继续出发了。上来之后呀，您看看这座宝塔制作特别精致，上面小红点看到没有，都是天然宝石。最重要的来了啊，镜头往中间来看一看，注意到没有？
水晶球里面呀有一个白色的小点儿，特别小，只有米粒的大小，这个可了不得，它就是传说中的舍利子。这可是佛家的1级宝物，很多人呀可能没有见过。今天木子呢可是大开眼界了，别说您了，我今天呀也是头一次见。现在木子呢带着你们登上大雁塔的第5层，走吧。现在木子就来到了大雁塔的第5层，历经1000年大雁塔为什么还能屹立不倒呢？您看看这块砖，在制造的时候呀，上面留下了工匠的手印儿。其中一块如果出现了任何问题的话呢，都可以找到当事人，轻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，重者呢可能是性命不保，甚至呀殃及全家。所以说任何材料都没有偷工减料。那么看完这么多宝贝，咱们去6层看看有什么，走吧。这里是大雁塔的第6层，一共开了4个窗户，我们直接登顶吧。从这个楼梯上来之后呀，四周呢它各有一个窗户。从这些窗户往外看的话呢，景色都不一样。我们从这个窗户往外来看一看啊，它就是亚洲最大的一个音乐喷泉，尤其是在晚上，随着这个音乐的喷出呢，加上灯光呀，特别漂亮。转身我们看看对面这个窗户，这里看到的就是很多人在网上都刷到的大唐不夜城，是不是非常漂亮又特别震撼呢？唐僧西天取经，历经了110多个国家，走了5万多公里路，那种精神呀，其实在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。只要我们坚持一个目标，百折不挠，敢于与一切困难做斗争，不忘初心，就一定会取得成功。关注木子，下个视频带您走进武则天的乾陵。